在日本呢，如何买到称心如意的房子？化繁为简呢，为你准备了3个问题，为让自己不再焦虑。日本房子转售，二手房怎么样可以卖出高价？买房之前呢，就做好5大要点的布局，提前增值你的房产。本期视频呢，主要为你解决买房前和买房后的问题啊。我是大家熟悉的芬迪小姐姐，海外投资移民圈14年的经验。视频开始之前呢，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好打开小铃铛，不要错过每一期的干货知识分享。无论您是想在日本购买独栋1户建筑宅或者公寓大厦中的公寓呢，首先自问自答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在日本买房子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自住、投资、度假还是什么目的？对于大多数买家而言呢，接下来的2个问题也是一样的，我的预算到底有多少钱，以及当我想把房子转售的时候需要预期是什么？这3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他们的答案会决定您寻求的这个房屋的特征、地点、面积大小、房屋类型等等。就位置来说呢，如果房子所在的道路宽度4米及以下，可以确定的就是这条路可能不是很繁华，但就是要了解未来是否有道路拓宽计划等等。因为宽度小于6米的街道一般不允许消防车、搬运或者救护车等等通过。如果房子位在6米或者更宽的道路上呢，您可能需要做好心理准备，这里势必会有交通噪音等等。就价格而言，除了显性的价格，也是要考虑隐形的成本。日本的银行为借贷人提供的融资金额需低于个人年收入的25%，购物人呢还需要负担所购入房产6%到7%的购物税啊。如果您请房地产中介代理呢购买房产的话，你必须要支付购买金额的3%加6万日币的。就房屋而言呢，超高层公寓大楼的这个建筑品质通常为比较好的，就我们所说的塔楼，因此呢必须要通过专门的抗震测试。最常见的抗震测试是免震结构，有些超高级大楼的建筑呢甚至会采用制震加免震结构。然而住在超高层住宅的豪宅又有缺点，如果电梯停运，那是非常头疼的一个事情了。影响日本投资物业评估价格的5大因素：收益率、控制率、建成年数、地点和修缮记录。房子的净收入除以假定的收益来计算价格。计算方法就是通过这个房产呢可获得的合理收益率兑换1年的利润来评估这个房子的价值。我们来去讲一下1万日币以下买的公寓，并以月租金10万日币来进行出租，这样的收益率的话，我们可以算一下，大概是12%。但是净收益率并不是收入的指标，还必须从年租金收入里面扣除成本。对于经营一间公寓呢，固定产的资产税物业管理费支付给委员会的修理基金呢，火灾保险费和房屋贷款的利息等等的各种费用都需要计算在成本当中。因此呢，实际利润必须要扣除这些费用来计算。一般会参考周围的地域当中类似房子的收益率来获得评估收益的数值。决定收益率呢，是评估投资型房产价值最重要的因素。控制率，在评估投资型房产的价值时，了解公寓是绝对有人来租还是应该有人来租，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上述估价方法当中呢，基于收益计算价值当中呢，收益是假设该公寓完全出租并且可以流入完整的租金。因此当公寓当中存在大量空屋或者有很长时间的空置的时候，上述估价方法呢也将失去意义。因此呢，无论何时出售，您在经营投资型房产的时候都应该尽量减少空置期，要降低空置率，妥善管理建筑物是相当重要的。因此呢，定期进行所有必要的这个维护和修理如果公寓离车站很远或者位置不是很好，那么这可能会成为评估房子价值时的不利因素。但是如果公寓完全出租，那么它就可能会获得良好的评价。因此呢，为了尽可能获得高评价呢，屋主是否有妥善管理维护建筑物，那它也是非常关键的。建成的年数，在上述估价的方法当中呢，租金呢是衡量投资型房地产价值的一个指标，因此评估房屋价值时的租金是非常重要的。影响租金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项是房产的建成年数。根据上图呢，您可以看到租金水平随着建成年数的增长而下滑，特别是落成至第10年的下降速度是相当的陡峭之后呢，斜坡逐渐平缓。根据此图呢，可以预测房产目前和未来的出售价格。第4就是地点，与居住型房产的这个情况相同，以交通便利性和公寓的实际宜居性来说呢，人们往往选择方便和舒适的生活环境，也不仅仅是挑选一间宽敞的公寓。因此呢，就高度便利因素的这个公寓的销售价格往往比较高
修缮记录呢是有关建筑物构造和设备器材的维修报告。为了有力的出售您的房产，务必妥善保管建筑物的修缮记录和报告啊，以便未来可以提示给有意购买的买主进行参考。修复或翻新后的房子的价格会立刻上涨。在出售房屋的时候，建造年限也非常重要，通常很难出售老旧房产。但是呢，如果您有恰当的维护和修理您的房子，就有可能可以接受的价格进行出售。特别是出售单间公寓或者整栋建筑物的情况下，通常买主呢都会希望卖主提供房子的维修历史记录。欢迎大家微信，我们会提供专业的房地产咨询服务，希望为您在日本以及全球安家。我是大家属于的分小姐姐，专注海外身份和地产投资，欢迎交流，我们下一期见。